Hello， 大家好 ，Big Joe here，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很多人呢，在中国他会问我，你们在美国科技公司里面工作的员工，你们的工作时长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在国内我们有所谓的996，那你们在美国也有996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首先什么是996？那在中国呢，有一些公司它要求员工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个礼拜工作6天，那么这个叫996。那这个在中国的科技行业里面是一个相当普遍，不能说所有的公司，但是说许多公司都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方针。那前段时间我有朋友去中国跟他们合作，他们后来跟我反馈这样的：什么996那都是怎么样呀？都是好的。很多时候是什么9、12、6.5，对吧？从早上9点干到晚上12点，然后一个礼拜工作6.5天。那有些公司可以说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工作时长是非常的长。那于是呢，很多小伙伴呢会问我说，你们在美国的这个工作时间是什么样的？他们对这个话题呢就非常感兴趣。那首先我要稍微解释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的本身是什么呢？996的来源是什么？996的来源是因为在这个劳资双方里面就是资方和劳方的这样的一个博弈里面，如果资方占了非常大的优势的时候，那么劳方就会怎么样？就不得不怎么样呀？在里面付出的更多。我觉得呢，这个呢是996的一个根源。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如果资方占了优势，那么他就会要求劳方怎么样呀？工作更多的时长，给他产生更多的价值。那么我自己的感受呢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是什么呢？中国有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人才和商业和生意各方面非常集中。那很多的大的科技公司或者高速发展呢，就在那么几个城市里面，以至于呢，这些城市有大量的供给。各种人怎么样都在里面去找工作，然后呢，所以在劳方这个方面，他们就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弱势，而资方呢就比较强势。那从这个情况下呢，那资方就会说，你不做怎么样呀？有人来做，所以呢，大家都会心照不宣的努力工作，为了维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发展等等之类的。所以在中国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美国的不同点是什么呢？美国的这个生意或者是商业或者它整个这个科技的发展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普遍性。就比如说我们知道硅谷是美国的科技的中心，是没错。但是呢，美国还有其他很多的中小城市的科技业其实都相当发达。比如说西雅图，比如说洛杉矶、达拉斯、奥斯汀、纽约、匹兹堡、波士顿，还有北卡三角区等等之类的。美国有好多的科技的小的中心，并不是怎么样只有那么几个中心地带。所以呢，这边的人呢，他可以自由的流动再比如说美国也没有这个户籍制度，所以你想去哪儿都没有人管你。那么如果这个东西有很多这个流动性所在的时候，那么在某一个具体的地区里面的话，那么劳方和资方相比，那么资方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地位，可以说你不干怎么样，有人干。所以呢，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强势的地位在里面。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是很少见到如此这样的一个平衡关系的。所以在这点上来说，是没有996的这样一个温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整个的这个法律和文化呢，保护了很多的劳动者。那在西方的这个文化和这个法律体系下面怎么样呀？他对这个劳动者的保护非常的全面。你要想到这个是几百年从欧洲到美国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劳资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沟通，法律上的一个协商，才达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呢，在整个社会文化里面，他没有人说你下班了一定要加这个班，你这个礼拜6一定要怎么样呀？多加1天班，或礼拜天你要工作2天，把这个事一定要做出来。这个呢，在这里，在不管是法律上还是社会文化上，都是不会被允许的。一般来说，就比如说我上次讲的，如果我是产品经理，我跟人家说你这个周末加班给我做出来吧，或者这个周末今天晚上做完，做出来明天上线，那别人就会怎么样？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说，
这太奇怪了，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怎么样，心照不宣的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怎么样呀，这里就不会有这样的这个从法律和文化上的这样的一个温床和一个温床。那第三个呢是什么呢？那你要问我在美国有没有996呢？我可以这么跟你说，我觉得呢，以公司文化，以整个强制性的996的情况呢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刚刚讲了，没有这样的一个劳资双方的关系，也没有法律和文化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但是呢，你问我说这里有没有人加班呢？那我可以跟你说，那是有的，没有说是不加班的，没有说是那么轻松的，还是有很多人是工作是有压力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项目的节奏是很紧的，那有的员工他会说，那我晚上怎么样呀？多加一下班，把这个事情呢多做一点，做快一点，尽快做出来。或者呢，什么时候有的人他自己非常的有上进心，他会自己选择去说，我要比别人做得更快，我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怎么样，以后下一次我们的升职加薪怎么样呀，我就会很有机会，对不对？我就会怎么样比别人爬得更快。这种呢是有的，而且还呢不少见。所以呢，这边的情况是这样，就是有些公司它的节奏快，那么你可以选择呢，就是加班啊，做得多一点啊，能够把事情更快做出来，或者呢，你自己选择做得更多一点，这样呢，你可以怎么样呀？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但是公司不能要求你怎么样加班，不能要求你996，整个社会也不可以要求你这样子。如果一个公司要求强制员工996，那在美国会发生什么？那员工就会离职，他会去到别的地方，会去了别的公司，甚至不在你这个区域，他会流动到别的地方去，最终呢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平衡的状态，那这个呢就是我在美国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问了，说，那我觉得我还挺羡慕你们的。那你羡慕呢？那你要从什么角度来看？比如说，如果是员工，那你可以羡慕；如果你是老板，你会羡慕吗？你是创业者，你是开公司的人，你会羡慕吗？你不一定会羡慕，对吧？我们就事论事的说，我觉得在这个创业啊什么的，那美国的环境啊各方面比中国呢还是要差很多的，这里呢跟大家讲一个笑话，这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我这个朋友跟我说你呢，如果呢想要怎么样呀，在公司里做一个经理人，做一个打工一族，那你就留在美国吧。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样呀，中国对劳动者的保护不如美国好。如果呢你想要自己开公司，你想做老板，那就去中国吧。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对劳动者的保护没有比美国好。然后说完之后，大家就笑起来了。所以说这只是个笑话，但是呢，它其实是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选择在美国生活工作，有的人选择在中国生活工作，那取决于他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呢，回到我之前讲的996的这样一个话题，所以每个人呢，他有自己的选择，他有的人愿意去在996的这样环境下的不断拼搏，他可以获得更多的、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机遇。那有的人呢，就会选择呢，我不想996，我希望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生活。那我有工作，我有生活，我有家庭，我有自己其他的爱好等等之类，那还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这些呢都没有对错。那所以今天呢就回答了很多小伙伴私下问我的，你们美国有没有996呀？那答案就是美国没有强制996，但是是有人加班的，只是说这个加班是你的个人选择，你可以选择加班，而不是被强制加班。最后呢，我觉得美国这边很多人都有这种误解，说美国这边上班好像很轻松。我觉得呢，这个倒也不一定。其实美国有蛮多的科技公司的工作的节奏是蛮快的。那所以说呢，并倒不是说那么的轻松，有的时候你工作上也有很多的压力，只不过呢，跟国内比起来，它的这种管理的模式呢是不一样的，它不会说是强制要求你加班，所以它的压力呢来自于很多别的不同的地方，而不是说你的工作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长短。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既不能认为美国的工作是轻松的，我觉得有它难的地方，有它挑战，有它有压力的地方，但是呢，它至少呢是确实是没有我们所谓的996这样的一个概念，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如果呢你有兴趣的话呢，请怎么样呀？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这频道讲很多的怎么样呀？产品经理、职业发展和怎么样个人成长相关的话题。那如果你有兴趣，请给我们留言。如果你有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怎么样留言区告诉我们。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